男人只是想出门抽根烟，结果竟直接扯掉了门把手。见到房间唯一的出口被破坏，同伴却高兴得不行，因为他意识到这间休息室其实就是主办方准备的密室逃脱房间，门锁上有着一些刻度，众人猜测这是一个密码盘，只要找到正确的密码就可以打开。所有人开始行动，对房间各个角落进行仔细搜寻。金发妹发现桌上所有的杂志都是寄送给同一个叫斯坦的博士，大胡子连忙翻找书架，果然在上面找到了博士写的书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把新型螺丝刀，但仅凭这玩意根本无法将门锁打开。然而黑妹突然注意到书名叫做画室451度，高智商的她瞬间意识到门锁转盘的密码可能就是451，于是她上前将数字转到451，但奇怪的是大门并未打开，反倒是头顶的灯管全部启动，散发出了阵阵热气。众人这才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什么密码锁，而是烤箱的转盘刻度。他们所在的一整个房间其实正是一个巨大的烤箱，画室451度就是230多摄氏度，一旦温度达到那么高，所有人都会被烤熟。金发妹连忙敲门，要求工作人员停止游戏放她离开，可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应始终只有一句 Please have a seat. Someone will be with you shortly. 这句话她之前就说过，并且每次重复的语调和节奏都一模一样。黑妹怀疑窗户背后根本就没人，他们每次听到的话全都是录音。眼看着温度越来越高，卷毛决定暴力破门，直接拿灭火器将门砸烂，结果拿下来才发现柱子上的灭火器竟然是塑料做的。鲁莽的他因此触发了第二道机关，所有柱子上的加热管全部开启，房间温度开始以更快的速度上升。关键时刻，黑妹检查了一圈灭火器，成功在上面找到了钥匙。他们打开工作人员的玻璃门，里面果然只放着一个假人，不停地重复那句早就录好的录音。此时电话响起，黑哥自告奋勇拿过电话，本以为会有下一条线索，可里面的声音却播报起了倒计时。电话说他们还剩下10分钟时间，下一秒所有的窗户封死，更多的加热管全部亮起，甚至边上还出现了一架风扇，加速房间热气的循环。金发妹实在受不了了，她脱掉自己的外套，感觉到快要不能呼吸。黑妹连忙去边上的饮水机倒了一点水，才勉强让她缓过神来。等黑妹一回头，竟发现饮水机边上还有一条隐藏的标语，上面写着斯坦博士随时随地都喜欢用杯垫。虽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但很显然杯垫是一个重要道具。随着黑妹按下杯垫，身后的壁画果然升起了一点点，后面是一条通风管道，看来这一定是逃生出口。桌上的杯垫一共有6个，所有人一起将按钮按下，通风口便整个打开。黑哥率先离开去前方探路，确认出口没问题后，他大喊让众人也跟上。可随着大家一个个离开，他们很快就意识到问题，6个杯垫至少需要2个人才能按压住。就在关键时刻，黑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她连忙跑到边上的饮水机，倒了满满一杯水，然后放在了杯垫上。果然一杯水的重量恰好可以压住按钮，于是她率先离开，让剩下2人用这个办法逃离。卷毛和眼镜疯狂加速，不停地倒水，然后按压住杯垫。可到了最后一杯水时，他们发现饮水机的水竟然不够了，原来是刚才金发妹喝掉了一点，导致恰好少了半杯。此时头顶的燃气灶突然开启，密室倒计时只剩下了10秒。卷毛摸遍了全身，终于发现自己还有带着一瓶酒，他赶紧以最快速度将酒全部倒出，成功加满了最后一杯水。就在2人跳进通风管的最后一刻，大火直接燃尽了这间密室的一切。好在众人有惊无险的逃离，到达了外面的小木屋。然而当他们走出门去，才发现这里竟然也是一间密室。眼镜敲了敲冰面，冰块破碎的声音仿佛都和真的一样。突然周围开始喷出冷气，所有窗户自动关闭，让密室直接变成了一个冰箱。门口的温度计显示温度急剧下降，他们必须尽快找出线索逃出密室。众人分头在树林里开始搜索。大胡子看见一只狗子雕像，顺着他的眼神看去，树枝上恰好挂着一个鱼竿。黑哥找到了密室出口，可是缺少了开门的钥匙，看样子他们需要通过鱼竿，在冰面底下钓到钥匙才能通过考验。好消息是金发妹找到一件大衣，主办方只安排了1件，很明显是想要看到他们互相争抢。金发妹对着摄像头一顿骂，然后将大衣给了黑妹，表示他们将会轮流穿这件衣服。他们来到一个坑洞前，将钓鱼竿放了下去，可这样的垂钓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老黑有点受不了，夺过鱼竿直接放到了最底下，然后将鱼线全部放完。Shit this deep. 看来现在只能老老实实垂钓了。就在众人等待时，黑妹忽然发现大衣口袋里面有着一个指南针，她猜想会不会指针的方向就是出口，一路跟随前往，却发现指针突然又转向了身后。她意识到身后的白熊一定不简单，将手伸到熊的嘴巴里，黑妹果然发现了一块磁铁，她赶紧将这个重要道具带回，然后将其放在了鱼竿上。果然这次在鱼线沉底后，大胡子感觉吸上了什么东西，经过一阵用力的拉扯，他们钓上来了一个铁盒子。好消息是大门钥匙确实在里面，可坏消息是它放在一块巨大的冰块中间。黑哥看见正在抽烟的卷毛，想到他一定有打火机，只要融化掉冰块，他们就能顺利拿到钥匙。
于是卷毛不情愿地扔出了自己的火机。然而就在眼镜上前拿的时候，突然地面的冰块破裂，他直接就掉到了水里。众人赶紧展开营救，他们不停大喊眼镜的名字，可水流早已不知将他冲到什么方向，最终他也是没能坚持下来。众人对卷毛展开了疯狂的谴责，但现在也不是争执的时候。如今他们唯一融化冰块的方法就是利用大家的体温。于是在冰天雪地里，所有人将手放在了冰块上，随着冰块一点点融化，他们开始轮流抱在身体里加温，大家都快撑到身体的极限，几乎连呼吸都有点困难。大胡子更是直接晕倒了过去。然而黑哥仔细一看，钥匙已经被成功化开，他赶紧拿起钥匙前往密室大门，可无论转动多少次门都纹丝不动。此时身后传来声响，原来大门的方向是在这里，他们疯狂地朝着门前进，冰面同时开始不断碎裂。关键时刻众人跳进了大门，可偏偏金发妹没赶上，也掉进了水里，来不及过多悲伤，他们现在只想离开大楼前去报警。然而等众人沿着走廊走到底，发现这里又是另一间密室。随着手术灯亮起，他们发现这里是一间病房。大胡子惊讶地发现面前的病床和自己躺过的一模一样，甚至上面还写着自己的名字。他曾经在一场矿难中幸存了下来，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。其他几人也都发现了自己躺过的病床。黑妹曾经遭遇过空难，黑哥曾经遇到过海难，卷毛也遇到过一次严重车祸。所有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事故中唯一的幸存者。黑妹似乎明白了主办方的意思，他们到处放着监控，就是想看看在一群顶级幸运儿里到底谁是那个最幸运的。这也就意味着后面的密室会更加凶险。黑妹彻底受不了了，她拿起棍子疯狂地砸烂监控，只有不被主办方看到，他们才有机会真正的逃离密室。黑哥发现一个毒气瓶，上面的倒计时还有3分钟，果然主办方是想要他们的命。他们连忙开始疯狂寻找线索，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几张心电图，图片分别显示了3种不同手势，看起来像是在表示数字。可卷毛突然顿悟，这并不是什么数字，而是一段手语，意思是心电图测量仪。看来这就是逃出密室的关键。此时电视传来播报，不停地科普有关于人体极限的知识。结合两者看来，他们需要将心电图达到人体的极限，才能够触发开关。可等检测仪连到卷毛身上时，他们发现心率才90，这样的数值实在太低，连忙换大胡子试试。他的心率达到140多，可机器仍然显示开门失败。这下不得不用点狠招。黑哥拿起心脏起搏器，决定尝试电击提高心率。要知道这是极其危险的操作，但为了逃出密室，大胡子还是接受了电击。尽管心率飙升到200多，可最终显示器仍然显示失败，直到大胡子彻底晕死过去。黑哥也是完全没辙了，眼看着毒气已经开始释放，黑哥突然灵机一动，想到了破解的办法。只见他脱掉衣服，直接站在了出气口，疯狂地吸收了毒气，并将检测仪放到自己身上。原来所谓的极限不一定是要最高，也可以是最低。随着黑哥心率的降低，在达到50的时候，密室的大门真的成功打开了。卷毛去喊黑妹一起逃，可却遭到了他的拒绝。他深知按照主办方的剧本是不可能真正逃出密室，他决定留在这里另寻出路。可随着毒气的蔓延，黑妹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住，彻底倒了下去。黑哥和卷毛成功到达了最后一间密室，这是一个极其诡异的房间，他们能找到的东西只有一个阀门。两人一起用力打开，密室的出口竟然直接显现。没想到这个密室这么简单，可他们很快发现不对劲，阀门上被抹了不知名药剂，两人的大脑开始出现幻觉，几乎看不清眼前的人。井盖上写着想要离开请自便，但建议最好是先找到解药。这下他们只能顶着晕乎乎的脑袋找起了解药。结果卷毛惊讶地发现，所谓的解药只有一根，两人为此展开了疯狂的决斗。一场厮杀之后，卷毛顺利存活了下来，这下他终于成为了那个最幸运的幸存者，成功逃离了密室。走到门外，主持人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。原来他们设计的密室是为了公富人娱乐所用，今年的主题是最强幸存者，所以他们就悄悄召集了这群幸运儿。本来说奖金只有1万美金，但其实真正的奖金是1000万。卷毛正是那个获得大奖的人，不过那是不可能的。知道这场疯狂游戏的人绝对不能留下活口。主持人从背后偷袭，直接勒住了卷毛的脖子。然而就在他快要窒息的时候，黑妹突然冲了出来，给了主持人一枪，解决了这个可恶的家伙。卷毛非常震惊，不明白他是怎么逃出来的。原来当时黑妹故意砸烂摄像头，就是为了不被主办方看到行踪，而他则靠着找到的呼吸面罩，成功活到了所有毒气散去。等工作人员进来收尸的时候，他假装躺在地上不动，趁他们不注意直接偷袭，成功干倒两人后，便拿到了那把手枪，这才得以干掉主持人，带着卷毛真正的逃出了所谓的密室。